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新年哈。我们邀请到两位老朋友王北南还有 Yolanda，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过年的这个话题。首先，这个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硅谷你们俩帮的朋友们，新咋都年快乐！黑黑的？过年的时候我这有一缕红色，一个红杯子，好吧，红杯子，喜庆一下。可以。对，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过年这个话题吧。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国内的话，肯定就怎么样这个庆祝，大家都放假，对吧？这个吃年夜饭，然后去玩，然后放鞭炮，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在美国，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很多时候这也不放假，对吧？那我们只能过一个缩略版的缩略版的年。很多时候就没办法非常隆重的去庆祝，我不知道两位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反正对于我自己家来说，就可能就是吃个年夜饭，多做几个菜啊，就仅此而已，哎，你呃，们周中的话还弄吗？还是说会放到周末去弄？就就是不弄了，周末就不弄了，我们就周中就周当天中吃一个。对，可能比方说点一些菜啊，然后再自己做一两个菜，就算是一个比较隆重的庆祝了。因为你也没有太多时间嗯，去做别的。就是说你还会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赶这个时间的是吧？就你不还用赶那个时说这个，间点，大年夜那一天，还要大年那一天你吃的。要大年夜，你要跟什么东西同步一下是吧？那反正是这一天嘛，就是除夕这一天嘛，对吧？你肯定哎，是其实哪一天我也搞不清楚哎，就是我知道有人今天晚上过大年夜，然后就是跟中国是同步的，但是其实按照时间来算，我们应该是不是明天晚上是大年夜？但其实国内已经初一了，对，这对吧？是对，因为有时差问题，正好差不多差12个小时。你是提前半天过还是放后对，好半天过？像每一家人都不一样，就是有那个小社团，然后大家自己怎么过也不一样，我感觉。对，那对，你们是哪其实已经天过？卡不上那个时间了。你哪看春晚呢？嗯，你也看不着，对吧？春晚本来就看不着。一般都到周末再看吧。我记得去年是不是周末的可以看，还是周五？我记得正好是好像在不工作的时候，正好可以看直播。看直播看不了吧？直播那都是变成早上了哎，早上看呀，早上开着，记得。但是就啊，看是有直播啊，气氛嘛，这么没有，不是很认真的看，就是放在那里，背景音乐嘛，然后你做你的事，但是不看的不认真的。然后呢，当晚上有空了，然后或者是那种片段好看的再看一看。我感觉我好像去年是这么过的。哦，我对就反正到第二天 YouTube 上再拉出来我也是 看重播 YouTube。就行了。对，我但是那个我主要看，时间还是在晚上，就好像是在看，对对假装在对，看直播，你可以其错看。实是我可能要等到对，周末看了，因为这时间还挺长的，我想说一气儿就看完了。对。所以你们还剩些什么？你们这个年过的？我今年爸妈在嘛，爸妈在，他们今天其实算摸着感觉，哎，是不是应该要做点儿，就是上海人要做肉圆，什么蛋饺，什么乱七八糟那个鱼什么的，反正就是要搞一点，所以他们今天在搞。然后我说那就明天晚上过吧。本来想就是到周末，然后可以请我公公婆婆一起来的，然后我在想，要不我们先过一个周末再年初几再吃一顿吧，反正就是过2次。对，过2次。因为以前在国内也是，比如说就是大年要跟爷爷奶奶家过，然后初几要到外公外婆家，然后呢，反正轮流。我感觉我以前是年初几后面初三或者干嘛要去舅舅家或者姨妈家或者干嘛，就是大家都要轮着的，对，或者来我然后们家，有几顿嘛，对吧？是以前有家亲戚的话要庭大呀，走亲戚嘛。嗯，嗯，国才有这个内好多，机会。现在对的，独生子女了，你没法弄了。而且我那个时候过的时候已经都是
都是十几年前了嘛，大家都没有结婚吧，什么堂哥表姐那种，大家都能聚在一起。我现在问下来，觉得他们也不太会这种大家一起吃了。第一，老人有老了嘛，有的过去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有小家庭了之后，就不一定会都聚在一起，像我们以前我小时候那样过了，我感觉。所以国内的也不是下一样嘛。一辈聚在一起了，你得是下一辈聚在一起过了。或者有的人他就旅游了嘛，就像你说的，就也不一定在国内也不一定就是吃年夜饭什么的，可能吃一顿人就走了，就当长假了，我感觉。对，他小一辈可能已经没有嗯这个感情了，老一辈可能要么不在，也不是太老了，他也没有这个羁绊了。这个是对，不太容易聚到一起。就即便在国内呢，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可能出国有十几年了吧，但是就是我在临出国的几年，其实在国内也没有就是很强烈的这么一个氛围啊，或者怎么样的，来一定要过一个很传统的年，已经没有这种就是这种诉求了吧，可以说，就可能出去玩啦或者怎么样。嗯那相反呢，我觉得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尤其是前几年读书的时候嘛，倒是有很强的一个诉求，过一个中国年。然后因为正好有同学在，就是说是。可能又回到小时候那种，就嗯会有很多这种嗯同龄人，然后在一块儿，哎，过个年，嗯。对，就不那你觉得一样。跟同学和朋友过年的味道，跟和家里人过年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样？我好像还是很想和，反正我过年总觉得应该跟家里人一起过，就是对对对，的兄弟确是不一姐妹。样的，而且嗯，而且这个，因为大家来自这个祖国各个地方嘛，其实哎，是习俗也不太一样，是不对，是？这个习俗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比如说南方人就不吃饺子，对不对？或者吃的少，嗯，可能看对，春晚也不是那么爱看。那北方人就想，哎，这是要包饺子啊，或者这个习俗是差很远的。其实，嗯对。我说个那你们在一好笑的，起怎么折中呢？那那就过什么习俗你们在一起过？那就大家个个都吃吃。对呀、你谁做什么就吃什么呀，对不对？谁做东就听谁的是吧？就是对吧？你要是把汤圆儿给包出来就吃汤圆儿啊，你要是能把饺子包出来就吃饺子。反正有什么有吃的总是好的。对呀、对呀、嗯，我妈今年很搞笑，我记得上海是不吃饺子的，嗯但是不知道对呀。从好多年前开始呢，我妈就开始包饺子了。但她其实不会擀皮儿，你知道吧？她嗯，只会擀那个面团。然后呢，她今年就偷摸着带了一样东西来。我说这个是什么？他们因为以前来过，就觉得有很多美国小东西买不到，他就买了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然后是那个就是那个模子，然后呢，他擀完了之后，就把一整摊皮摊的薄一点之后呢，就拿那个模子就压饺子皮。然后我说你这哦，个太跟那个作弊了。印花一样，就是对的，对的，对的。他说我来压一个，他说，然后我想说，其实也不用包饺子，因为上海人吃馄饨。然后我记得以前我奶奶在的时候，都是她会搞春卷，咸的和甜的。但现在也没有人搞春卷了，我爸妈也不会弄春卷，所以就算了。上海人不是一定要做那个蛋饺吗？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情啊，调的一个事儿。正在他拿个发生，小模子，正在发生中。正在我说包几个做是吗？硬币吧，对，我说包几个硬币吧。然后我妈说，哎，不行，硬币太脏了。然后我就准备给她包那个 Halloween 没有吃完的糖，包在里面。哎，反正爸妈糖在，我感觉还热闹点。糖的不都我化了吗？哎，这前面试了一次用巧克力，巧克力彻底化了。对呀。我妈说，我说不行，我试试看糖，不知道成功没有。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呢？就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过年？我有很多遗憾的，但是我嗯。知道老人如果不在了的话，如果我在国内也不是那个味道，我感觉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就是他们两桌在家里吃完了，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会到小房间去，然后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东西，然后经常玩一些我爸非常的不允许我玩的那种什么整人医院的 board game，像现在都是很流行 board game 嘛。以前我爸说这什么不三不四的游戏，就是那个往脸上贴纸头，是不允许我玩的。但是我可以关起门来跟我的表哥表姐玩。然后我爸进来看见我贴了一脸纸，要把我训一顿那种。但是很怀念那个，现在回去也不会是这样子了。对，这个的确是，就是想就在国内的话，也过不了小时候那种年了，而且就是这个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他们也长大了呀。都结婚了呀，有自己孩子。对了，他们也有另一半，要到另一半的家里去过年了嘛？对，不一嗯。样。所以遗憾的确是遗憾，但是也不管在哪儿，其实这跟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没有关系，都回不到从前了。但是我总觉得，因为我现在有小孩了嘛，
我总觉得就是这个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嘛，就是说人来疯人来疯，所以我一直在想着，就是像比如说我老公今天看见我爸妈搞了一天，他说你们怎么做了一天啊？然后我说而且做的还不是今天晚上的菜啊，晚上还得另外烧饭啊。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能就买一点？我说但这个不一样啊，就跟你们 Thanksgiving 你一定自己家里要做，这个是传统啊，对吧？再麻烦也得做，你不做就没这个过年的气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如果我不努力的，就是保留下来，然后我小孩他就忘了，他不知道了。所以我今天也跟我妈学了怎么做蛋饺。我觉得我以后我就如果自己在的话，我也会坚持做蛋饺和肉圆的。反正就是简单的嘛，你至少你家里有几个传统。那等到他到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他会说：“哎，我以前在家里过年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传承，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我来说，他会不会说中文和会不会好像保留中国人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 critical。有一次他不愿意说中文之后，我就在车里发了大火，我自己都没意识到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自己得努力去保留这些。因为有的时候谈到这个节日，我看你看我的很多同事啊，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家的节日，特别是那个 Diwali，就是搞得特别隆重。所以我觉得中国新年，我还是觉得得，就算再不一样，有遗憾也保留一下。对，就是虽然可能这个保留能传承到什么时候也不一定，但是就最起码就是接力接好自己的这一棒，把是的，自己能做的你不知道他以后会记住多少，对吧？对，然后你以很难说。后会记住多少，所因为我们其以你不做实也是有就没有了。选择性的嗯嘛。就比方嗯，说，在国内过年可能要做100件事情，但这边可能只能做10件，对吧？我们肯定有很多事情就没法做了。那是的。等我们的小孩长大了，那10件他愿意去做多少，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只能是看，呃，做到哪一步。但同时，因为中国还是在嘛，就是中国的这个习俗就一直在。中国其实人在这是什么话？嗯，对。对，它习俗一直在，所以倒不会说完全就没了。其实美国这边也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比如说我还看你之前不还是舞龙舞狮的嘛，对吧？这个其实在国内其实你要像在我家乡，我们可能就不舞狮，可能有舞龙的，可能舞狮的就会比较少，可能也有的可能不，这可能跟过年不搭配到一起。但我觉得国外其实你是能够，你要真想去啊，是能看得过这种活动的，对不对？你说你真是你带孩子对，我发觉这还是有的，对不对？那可能是这可能不是你家乡的过年文化，但是说这毕竟是一个中国的过年的文化，可能也能给他嗯，一个直观的感受的，对吧？是是，其实我我女儿就知道有舞龙舞狮，反正过年她就知道中国年要有舞龙舞狮，然后她就说我不要去，很害怕，但她知道啊。对，这其实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我们会在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出来，就是不同于国内的一种文化的庆祝过年的方式。你刚才说的那个舞龙舞狮，我待会儿还要去训练那个舞龙，我哦，们你今年又那个要有了。我今年又要去又要去我儿子学校给小朋友们去舞龙，那个去年就效果非常好，就是尤其很多家长看到了那个舞龙表演以后，都激动的热泪盈眶，说：“哎呀，没想到这个在美国还有这么纯正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庆祝的仪式。”而且你们还是很激动。学校里搞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心的，我感觉是不是？而对，在学不是某一个校里搞，社区。就第一是给自己的小朋友们看嘛，第二就是其他的族裔的小朋友们也可以感受这个文化。我觉得就除了传承之外，还有一种发扬，就像他们印度人搞这个 Diwali party 一样，也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可以去。嗯，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啦，不仅仅是说我们自己庆祝，就大家一起来庆，对，一起来。我们全员都规定穿 Diwali 的衣服，然后我所有的同事都跟我说，你要穿这个那个，给我带好多套衣服来，然后让我选穿哪一套，就是非常渗透性，然后对，还蛮有意思嗯，的。你看人家已经嗯，率先的国际化了。是的。哎，传统的就是国际的，以前有这句话，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老公每一次看到这种中国什么新年什么，或者是唐人街就说哎呀舞龙舞狮，然后我说，我跟你讲句实话，我这辈子从生出来到我来美国之前，我没看过舞龙舞狮，上海没有舞龙舞我也没狮的，我说我也从来没有。没有发生过，我说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为什么？就是
在美国讲到中国人就是舞龙舞狮呢。然后我记得我爸上周刚来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说：“哎，周末这个地方我们庆祝新年有舞龙舞狮。”然后我爸说：“哦，舞龙舞狮，略土。”然后我爸说：因为我觉得我爸也没有看过，你知道吧？但是总觉得好像就很热闹，就是你有了就想去看。哎，为什么呢？你跟那你知道？个我们在这边吃中餐厅都有一个 fortune cookie，其实有点很像，对吧？你 fortune cookie 这个玩意儿哎，在中国就从来就有道理，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是的，个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对吧？但是这里所有有道理。中国玩这不一样，人舞龙舞狮您在中国是有根的，这个就是南方是不一样。我对吧？那举这个例子广东那边是就是说，人家真的是舞嗯龙舞狮的，对不对？虽然我没去看过，但是我听说是这样的，对吧？但北方那嗯，个，包括像上海，它哦，北方多一点，我感觉上海可能剪彩会有，是不不是是？它舞龙舞狮，比南方如说舞狮是哈尔滨，它舞龙舞狮它南方的，不是过年的时候舞啊，那大冰天雪地怎么可能有人出去舞龙舞狮呢？这个是南方的吗？我觉得是广南方的，东嘛，是南方的过年习俗。广东、上海我真的不知道有，以前上海没没有过，看过的，上海我哎，好像没有看过。没有过。嗯，没有。对，就是我们会创造很多在地的这种过年的习俗，这就变成了，对吧？美国华人过年的习俗，那这个东西就会区别于在国内嗯，过年，可能就会不一样。有点是不是像南哥讲的，就是比如说，其实中国很大嘛，各个地方习俗不一样，但是有那么一个习俗是大家都公认说，哎，这个就是中国的东西，所以舞龙舞狮，所有的人都南方北方就是都可以共鸣有这个东西，就是就算没看过，知道，哎，这个就是庆祝喝彩的，是不是？就是在地创造出这样一个东西，所有人都有共鸣，然后能够把所有的这种文化和 local 的这个 culture 捏在一起，有可能。对，我觉得至少他在这个北美的华人圈儿，他是生存下来了这个习俗啊，存在即嗯，合理啊，他生存下来是了，那肯定还是被大家认可的。可能有别的习是，俗，他没有这个这么广泛，是吧？没有嗯，舞龙舞狮这么，嗯。可能你自己在家里玩，但是说你要把它推广出去，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对，而且吃的东西你很难很 visible 嘛，对吧？你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东西，而你过节又不可能做武术之类的东西，所以就热热闹闹的这个就感觉大家都能接受的，这是个好的活动，而且而好且，像门槛也不高，像周二都可以去。不要这么说，我们还是很刻苦训练的，这个也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也觉得这还应该有技术含我觉得舞龙可能还好，但舞狮你们试过吗？我们今年50啊，啊，舞狮我们今年会有50，对，50确实比较累。你做狮头还是做狮尾的啊？没有，我有今年还是在两个吗？龙上面，我今年没有，还是在哦，龙，对，但是我舞们有，狮好像是挺难的，还要逗你那种，对，就是关键是很累，关键你嗡在里面而且要动就非常累。还眨眼睛呢，对对对对对，嗯那个这可能跟我们这边的最开始的华人的成分也有关系，就是沿海、广东、福建到美国最早期的人比较多，可能是他们先把这个传统就开始起了头，然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固定下来了，因为每年唐人街 Chinatown 不是都有这个过年的这个游行嘛，嗯，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舞龙舞狮，所以我们有一年去过一次，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乱，感觉舞龙舞狮没看见，但是那个店什么店面感觉还是比较传统。后来我嗯就不太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一定要去了。嗯。Redwood City 有一年好像也办过，然后里三层外三层，那个好像还不错。那个时候，娃都看不见，也举得很高，很多人。过年的时对，候，现在好像差不多每个 city 可能都有这种新春的对对对，活动。嗯。我们这边不是新春，就是那种什么 Asian Night Market 来的时候也有舞龙舞狮，反正只要跟 Asian 有关的就有舞龙舞狮。有专业的队伍是吧？就是没事就对对对，他是可以 hire 的，然后就是什么活动就表演一下，你也过来上个通告啊，就来嗯，表演。通对，告咖，我们今年舞龙舞狮是一个武馆，找他们帮我们训练，然后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正月15就都排满了，就说你们这个舞龙和舞狮舞完了以后东西马上要还给我们，因为我们后面的那个哦，各个区域都有，是不是？排要去满了的，表演。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接到了很多的这个订单，要去各个地方要去舞龙舞狮，
所以就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比较强的一个文化的符号，特别是在中国新年的这么一段时间哎，内。你可以把你去年表演的打上，你看片尾加一段给大家看看。对，我可以把那个这个片段还有照片什么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有意义，也很好玩。我从来没有舞龙舞狮过。我估计在国内也轮不到咱们吧，对吧？一般他们都有当地社区的舞龙舞狮队，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舞的。对，他的确是有一些队伍，对，我知道他们就是的确是有一些专业的队伍，也不能说专业，就是也是可能他们可能这些人每年都去表演，还有说这个带个大头娃娃，哎，我小时候是看着带着哦，那是大头娃娃，北方的。嗯，那是北方的，对，那个是跟年画画的大眼睛、大脸哦，这种大头娃娃这么大戴在头上，但是有一还有踩高跷，这都是有一批人的。但是到了美国，的确只剩下舞龙舞狮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头娃娃还有踩高跷的人了，可能也有，但是比较少。Redwood 对，City 那次好像有踩高跷，但是没有大头娃娃，我好像有看见踩高跷，也不多，而且比较少。最近都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在东部的时候，其实当地这些小城市华人很少，但是他也是能传出一套装备的，就是也有舞狮队、舞龙队，然后所以你说就是其他城市并不是，我刚刚想是除了两岸，你说中部和南部的这些，比如说会不会也有这个气氛？可能也更淡了一点吧。它也是有的，就是我就说，因为我在南边也待过，然后在东北部也待过，这的确是华人很少，但是说就这有限的华人，他也能凑到一起，凑出这么一套装备来舞龙舞狮。嗯虽然可能没有武馆来指导了，但是自己能做什么都做，就做什么都，也嗯，是能把这个传起来的。大家过个节嘛，哎，我对对，有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只有中国人过，其实亚洲人都过，是不是？呃，像日本就是这个人应该是是的。不过这个农历年了，不过中国年了，但，OK，是韩国人韩国人和过，越南人应该还是有。越南人也过，所但是以像老日子好像不太挝呀，这个新一样。加坡呀，他们应该也是有的，可能是就是像菲律宾华侨也挺多，像我对对，周末也到菲律宾。遇到，好像他们也过。对对对，因为以前在这种就是互联网这种比较白左的一些公司嘛，他都会举行这个活动的，他会在这个活动你会明显看到有这种越南裔啊、菲律宾裔的人都会来参加，嗯，还是挺热闹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我到底是新年呢、春节呢，还是说中国年呢，还是说农历年呢？你知道，有的时候说之前我得想一想，不要太敏感，因为有的时候，哎，中国人要过年了，说，哎，不一定，就是好多人都过年，但是我也不确定谁过谁不过，所以得小心一点。就自己过自己的节就好了，就我对，们自己过自己的节。对，嗯而且这个普通人节有可能的日子都不一样，这个也没法一起过。我看别的族裔，我看他们因为圣何塞是越南最大的在海外的聚居区，所以越南裔我看他们庆祝活动就已经搞完了，已经过啊，活动完了，跟我们日子不一样，是不是？日子不一样。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学校里同学的家长都还就是挺热乎的，就是关系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会传说有什么活动啊，要不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啊？然后就是各个族裔都有，有的是在美国的越南人，有的是在美国生的华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台湾人，或者是我也搞不清楚，就是华人脸，你也不能仔细问他你是什么族裔的，对吧？但是嗯，我看大家都会发这种就是过年的这种 events，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是很轻易的能说 Chinese New Year，但是其实学校里头，因为我们是 bilingual 的嘛，学校里头我感觉我女儿回来都说中国年，中国年，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怎么宣传的，可能学校就是自己过自己，反正就是中国人的学校嘛，对吧？他就说我自己的年，他也不管别人，对，这节日就是自己独意，就自己过自己嗯，节就好了。对，其实这个没有人在乎你怎么说，然后对。对。对，那可能网上有人会说啊，你得说是中国年，但其实现实中没有人有，在。我有现实中有朋友，他那个就是家属不是那个中国人的，就会比较指正，不能说那个 是吧？Chinese New Year。对，有，因为他们过比较的确实敏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节日，像日子都不一样，对吧？这个就肯定会有一些差别了。毕竟不同的国家嘛。嗯，那你们还剩下些什么是一定要做的？
红包一定要发，然后就是总得吃一顿是吧？火锅得搞一搞，还有什么？火锅是一个传统项目吗？不是的，但是感觉就是应该吃一顿。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也是自创的。火嗯，锅这可能这个得四川重庆吧，是不是过年吃火锅？这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就是懒，就是以前如果爸妈不在，如果我就会把公婆叫来，我说我们就吃个火锅吧。我因为不会做那些各个菜嘛，就是热闹一下，大家围有炉嘛，就吃一顿，对，其实就是。有道理。南哥你呢？以前当嗯，留学生的时候，如果这个不会做饭的话，就会组织人家吃火锅。哦，对，很简或者单是吧？对，对，简单简单，麻烦，而且这个你省事儿，大家这个食材你还可以 serve 很多人啊。这个对呀，你要做菜，你炒10个菜累死了，是的，是吧？你而且你还准备中国菜，就是要准备很久，有的还得晒干什么，对吧？很麻烦。那不中国菜好可能，那就吃好吃，真做一麻烦。两天就准备这个。对，你准备主要其2天。实我也觉得挺爱做的，但是你肯定得工作，你又不休假，然后你没办法搞，是的。想想就算了。南哥你呢？有什么一定得搞的？过年？我倒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搞的，但是有些事儿可能得做，比如说你得拜年啊。虽然这个出国了，但是国内的好多人啊，你的微信上啊，有的可能你还要打个电话呀，对吧？你得跟人家这个，是不是这个话得到啊？说啊，那过年好啊，这些东西，那有亲戚有朋友，是不是这个都要？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一年就联系这么一次啊，稍微联系一下，要是关系差不多的发个消息，关系好的多聊几句。对吧？这个就趁这个机会呢，就沟通一下，是不是？嗯，另外我一般这过年我就打扫一下卫生。对你稍微弄弄，然后这个也是个传统，这个还对，是要这是个嗯，是。传统。然后到美国这边新学了一个，原来好像不做，就是好像初5还是初7啊，忘了，回头再查一查。得迎财神。原来不赢吗？我们在还不国内这迎，个可热应闹了。该也得赢吧？原来没迎过财神呢，我小时候不迎财神呢。哦，我小时候最爱迎财神了。啊，迎财神，对，忘了，对，是初五还那你们怎是初七，么赢呢？有点忘了。在国内初五吧，是不是？初五。好像是初5是吧？你怎么赢？我这好像原来有点东西可以专门迎财神。排出来。放一放是吧？对，放一放，好像有什么那竹子一样的，还有什么？对，有金哦，竹啊。发财竹什么，然后要对对，找一个什么财位，是不是？放一放。那可能没那么细，但就是有些东西，然后你可以迎财神。对。国内是要放那个放炮竹，以前放鞭炮迎财神，哦，但是对对后来就不给放了。但是我们小时候对对对，都放的。我想起来，国内也迎财神，但后来不给放炮了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在北方就没有什么活对，动可以迎财神了，就对的，早电子放炮仗。鞭炮。后来我妈就放电子鞭炮，嗯，然后后来我记得大一点了，我连过年我也懒得守到12点过了，但是迎财神得守12点，好像我记得。哎呀，多想一夜暴富呀！真的迫切的心情。嗯，这个蛮有所以其实意思的。会有一些习俗，或者是被捡回来的，就嗯，因为这个时空环境不一样，有的它适合在不同的环境下去做。你如果比较简单的，可以捡回来，就能捡回来。我觉对对对。得这其实也是一种心态。你看，我打个比方，我给我儿子取名字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我们家族的那个辈分给捡回来了。就是大家国内不是都有辈儿嘛，对对对。哪一辈哪一你有辈哪一辈，家谱是不是？对，有家谱，每一辈这样排下来。然后你是哪一辈呢？你中间那个辈分那个字就是固定的啊，你们这一辈的人中间那个字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一样，对吧？只是最后一个字会不一样，对吧？这是中国的传统。但其实我们家已经都不用这个了，就是你新中国成的意思是立以后没有那。不用这个了。但我其实那知道那个辈分那个族谱上面的这个排序是什么，嗯，所以给我儿子那你表哥、表姐、起名字的时候，我就堂哥、把那个辈分给堂姐的加回去了。但你那一辈，你儿子是一辈同龄的，他们还有用的吗？我不知道，可能在老家的那个大家族那边，
可能会有人用，但是我们都已经出来，从爷爷辈就已经出来了，都不在那边了，所以也都没有什么联系啊。我都不用了，就是我的亲戚就没有人在用辈分这个事儿。但我出了国以后，我就觉得，总觉得对吧？这保留是一个点什么的。象征这个你的根，象征你的这个起源的地方。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加回来就又变得有意义了。这其实跟这个过年有点像，对吧？有很多时候你在国内都不怎么做了，但是你在海外你就觉得，哎，我就又把它捡回来，又把它做一嗯，遍，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意义，可能甚至会更大一些。意义都是人赋予的吗？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这些没有意义，就是说你想它怎么样，你愿意做，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本身人非常消极的这个一辈子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在过程当中产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自己搞出来。我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所以我有很多事情就是会顶着麻烦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感觉是的，不是说什么事情很麻烦就不去做了，然后那你躺平干嘛呢？也很无聊呀，没事做啊，每天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没意思。我就会自己搞点花头来。你过年还是说到这个搞钱。很有意思。嗯，你说到这个很有意思，我就是，然后我家娃嘛，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本身是跟着我姓嘛，然后呢，然后我你妈说家娃是跟着要不跟，你姓的。对呀、我老公没有中文姓嘛，就是中文哦，你说中的姓，文名是跟着你姓的，对呀、对，中文名是跟着我姓，然后呢，英文名我说是跟着你老公姓的。英文名是跟我老公姓，但是 middle name 是我的姓嘛在里面。但哦，是呢，我把中文名跟英第二个文名的姓都不一样。对第二个的话，然后我妈就说要不跟我姓吧，我妈说跟他姓，你知道吧？然后我爸也同意，我爸说可以的。然后他们就认为中文名反正也没多大意义，我说应该还是有意义的吧，我说。你就说到那家谱嘛，对吧？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他们会回国还是留在这里嘛，对吧？我说就是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然后我爸就觉得说可以跟你妈姓，然后我们就决定第二个的话就跟我妈姓，一致通过。然后所以最那你后是跟你这一家人好妈姓的吗？几个姓。对，就跟我妈姓了。我决定让她跟我妈姓，然后对我们一家人就好多个姓。然后我说没关系，这个以后是他们的 story，对吧？你就是 show and tell，就是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跟我姐姐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吗？就有一个东西可以说，我觉得没事。我们也是想，因为我们是第二年舞龙了嘛。一开始舞龙是因为去年是龙年，大家想着这正好可以舞龙，但今年也不是龙年，今年是蛇年，大家都觉得舞龙也差不多，反正也是一个东西在那里扭，也差不对，多。倒是，蛇但是就是其实呢，小龙嘛，也对，也可以。对，但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直就做下去，就把它变成一个传统，就每年过年都来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突然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嗯，啊、我们甚至还说，既然我们都这么辛辛苦苦训练了一通，明年我们甚至可以去别的学校啊，哪个学校要舞龙舞狮，对我们就啊，去，我还想说你们应该我们还可以到我们这儿商演。来。对，我们这儿的 Stratford 我没听过有舞龙舞狮，你们可以过来。自己去淘宝买一套装备，这就不求人了。以后想舞就舞，过年也舞8月15也舞，是吧？一有节就出动接活儿可以接活儿了。接活儿，然后对吧？这可是，还挣钱呢。然后你还可以把它租给别人，对吧？有时候你自己舞不动了，8月15租给别人。对，然后别人舞的不好说，你说还得我们上，你看你这只租装备不行，你还得出人工费。人嗯，哎，挺好的，这个还反正不这个还不好存呢，好大一个石头，龙也不小，我感觉。对我的后备箱就只能放一头，一个那个狮头是很大的，嗯。还得打理和保养，要不落灰啊。嗯，但我就说嘛，就其实还是就是说，只要中国在这儿，这个中国文化一直在这边在发展，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从那边再吸取营养，对吧？把这些东西再不断的再补充过来，所以这个就，但是同时又发展成自己比较独立的一种特色，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其实你说我们想过年的诉求是什么？是想回忆以前的这个就是根儿呢，还是就是诉求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有几年，我觉得我没怎么过，因为就一个人的话，我觉嗯。得如果真的觉得说哎呀要过什么呢，也不知道怎么过，但是真的不过那2天，其实蛮失落的，我感觉。
所以到底就是想过年的这个诉求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想，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情感方面的一种需求吧，就是你首先要自己要有一个依靠，有一个依托，呃，要不然对吧？你想着原来在国内这么热热闹闹的过年，然后自己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有些失落，对吧？首先是满足自己的一个情感的需求。那作为一个华人整个群体来说，那就会变成一种共同的诉求，大家都有这种需求，大家就一起来看嗯能做什么事儿，对吧？所以这就慢嗯慢的就会形成了这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创新和传承，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舞龙舞狮，嗯这个东西就会变得有更广阔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这个诉求了。嗯，我有听过一个词儿，今年叫做 holiday depression，我忘了是不是叫 holiday depression 还是叫什么 depression，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中国人在这个时候他背井离乡，他没有过节，就算就是传统的美国人，他可能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过，或者是他在过圣诞节或者是Thanksgiving 的时候就是独自过，就是很多人会逃避，因为你整个 city 的气氛都会烘托的就到哪儿，但是你又是一个人。所以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在这个过节的时候特别会觉得很 depressed。然后我觉得，我想以前几年，如果我在过年的时候不过，没有人跟我说，新年快乐的时候，我也会产生这种 是 holiday depression 的这种感是的，觉。是的，肯定嗯肯定是会有的，嗯。所以这个对每个人都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就不管你怎么过吧，就嗯是只要过，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special 的东西，呃，就会不一样。有人这么说节日其实就是用来标识这个一种文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靠节日来形成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记忆，因为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在一起，是一个族群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慢慢的在美国的本土，其实在美国本土的华人这个 sub group，通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群体的记忆。不仅仅是舞龙舞狮啦，比方说我们比较流行的那个各种新春庙会，对吧？在街上，在街上，我又要庙会说了，跟国内的庙会可能不太我一样，对吧？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参加过庙会，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我就很爱去。对，吃些小吃啊什么之类的，然嗯后肯定有表演节目啊，这个小朋友上表演个武术啦什么，然后大家再穿汉服。那汉服这个东西，说实话根本不在我们传统过年的这个项目之内嘛，对吧？但是因为随嗯着近年来这个汉服的文化的流行，慢慢的传到美国，然后美国这边，反正你过年你去看，一定有那个汉服的一群人在那边。然后去 promote 这种服饰、这种文化的这个符号，我觉得都是挺好的。就慢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类似于节日的一种氛围和一嗯些套路，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一个小的归属。嗯，嗯，我想聊聊发红包，我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国内感觉发红包现在都没有纸质红包了，但是在这对，边，我感觉我今天在想，我是不是得准备点儿纸质红包？有爸妈在嘛，是不是还得给他们枕头底下塞点儿？然后小朋友们是不是得塞点儿？然后我想说，哎，是不是也是那种很老式的形式？但是这边没有办法在微信上发嘛，不太好发，然后就只能是从传统的形式。然后我前两天在那个小红书上还刷见，可以提名字吧？刷件就是现在那种发红包还能是有一些什么 QR tag，然后你能刷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国内是不一样，但这边你去 Chase 去银行办事儿，他就会送你红包啊。纸质你们红包吗？南湾这么那个啊，你去 有 Chase 仪式银行感啊，我不是不好意这几天我都思取钱还是要试试。办业务，然后他就会可以每个人都会送你红包的，啊，就是红包的我不知道，我回信封啊，不是有头去试试。钱的，是哦哦哦，说给你我知道，我让你去知道，我知道，发。就是给你那个红包的那个红包封，是不是？嗯，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明白。
很独特的一种。是湾区特色吧？我觉得中西部不可能有，纽约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反正以前我在华盛顿肯定没有这些事。对你，包括像我们前面提到，是那个春节是中国新年，是加州的法定的一个节日，对吧？这个你跟我俩说，我俩都不知道，我俩听都没听过。我说啊，休假吗？因为我们也没有听说放，因过。为它的法定节日只对，是政府部门和公务部门放，私营部门、那学公司校也是不放，放吗？学校公立学校没有，学校放？学校没有，只是 government 是放假一天，所以这事本身也就挺奇妙的，因为这应该只有加州毕竟加州有，是不是？也有加州没有。很多只有加州有吧？大主义的人，那本人都放，但是一般来说，这种 holiday 一般企业也会放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企业没有放，是不是？过年从来没放过，我在没有美国没有没有10几年，没没有放，有一个公司放过。嗯。对，但这就是一个文化影响力嘛。当你慢慢的有这么一群人，你不断的去庆祝，去让别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的话，它慢慢的就会这个概念就会得到一个扩散，会被整个的社区所承认，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你只是庆祝，早晚会放，早晚企业也会放，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庆祝。对，对，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自己得坚持庆祝，不断的把事情搞大，把事情搞大。是的，要玩的很开，对吧？他不放我也请假。你就得你请假说，我过年我得过年去了请假，我没有办法，是的，是的，是的。我公司说得看春晚，我早上一定要看春晚，我得这个不做菜看，，我得做对菜，我今天要做10道菜，要做一天，我必须得请天对，假。就我不做这个，我不看这个，我得伤心，我得 depressed，不行，有身心灵不健康。而美国圣诞节也就放一天，他也不放一周，是不是？你叫他放一天也不过分。对对对，对，的确，圣诞节正常也只放一天，可能公司好一点给你放个2天3天的，但是正常这个假就只有一天。对，美国这个也很奇怪，没有长周，没有长假，都就是圣诞节到假。新年就相当于长假了嘛，你自己在。那你不是 federal holidays 啊？我今年都值班的，都是，也不是值班就是不放的，都是。你不休假就没有，都得上班。所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吧，自己去争取。搞事情，搞事情。好，那今天很开心跟2位聊了一聊过年的话题哈，那个希望2位这个都新年快乐哈，今年能够有一个开心的过年的节日啊。看来你后面已经有背景了，大概已经在准备年夜饭了，我估计你们家。没有，明天啊。哦，然后咱们继续搞事情，好不好？在这个节日，这个庆祝。对，多明天搞事情明天早上把上午准备好，上午 block 了，说我要过一个年，看春晚，不要给我开会，明天从自己会都取消的，做起。看春晚。然后慢慢的，明天我们相信有那么一天，这个全在美国，我们把这个春节作为一个法定假日啊，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啊。可以，靠加州了，加州有希望。有希望，好了，行好，那今天就谢谢2位，祝2位新年快乐啊！快乐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拜拜。这样能看到，他不是让你这样，瞟你一眼，看你回来了没有，我准备好。我在讲，比如他上次回来是不是可以？比如我是这边是我可以先看着他，然后他要找这个意思，然后再开始。可以，你们看这个，可以点3下。
心里面觉得说你那天